兄弟们，今儿咱唠点实在的，奥迪的 SUV， 按理说那应该是啥水平啊？招牌 Quattro 四驱摁着雪地里都能给你玩漂移，内饰摸哪儿哪儿是软的，关门那哐当一声，听着就比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靠谱。这不就是标准的全天候豪华代步天花板吗？但是啊，兄弟，我得给你浇盆冷水，别光听人吹什么德系工艺牛皮，真等你二手买回去开不到13万公里，人家先给你递一张30万新台币的维修账单，那钱都够你再买台二手合资车了，你说膈应不膈应？我可不是危言耸听，早年的 Q5 那机油烧的后备箱不备个2桶机油你都不敢上高速，别人加油他加机油。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开的是烧机油的老解放呢。还有那 V8 的 Q7 更缺德，设计师跟修车的有仇似的，把正时链条塞到防火墙那犄角旮旯里，真要出问题修的话，得把整颗引擎全抬下来，光工时费都能给你干出去大几万，这不纯坑人吗？不过你也别一竿子把奥迪 SUV 全打死，你要是能躲开这些德国工程师精心给你挖的坑，人家里边也真有几台狠货，属于是设计师摸鱼的时候不小心造出来的良心产品。比如有台柴油版的，那玩意儿造的跟农用牛车似的，除了加油加尿素，基本不用进修理厂，造到天荒地老都开不坏。还有个紧凑型的 SUV， 刚好跳过了当年那批有名的变速箱死亡诅咒，省心到你都忘了 4S 店门朝哪儿开。至于排行老大，那更是狠角色，搭的机械增压发动机，整个豪华车圈有名的末日不死战车，你想给它开坏，比你中500万彩票都难。咱今儿就好好盘盘2026年你闭着眼买都不踩坑的10台二手奥迪 SUV， 咱从第10名开始数，全是干货，想捡漏的兄弟别眨眼。第10名，2018到2023年的奥迪 Q5 2.0T， 人称诉讼大灾难后的幸存者。目前二手市场行情大约在55万到85万台币之间 ，Q5 绝对是豪华中型休旅集聚里无可争议的霸主。它标配了经典的 Quattro 4轮传动，质感极佳的内装，还有科技感爆棚的 Virtual Cockpit 数位虚拟座舱。但是呢，第一代的 Q5， 特别是2009到2012年份的，简直就是一场顾路跟破财的灾难。当时那颗早期的 EA888 引擎活塞环设计有严重的瑕疵，导致车子吃机油吃到鬼哭神嚎，最后整颗引擎直接报废。到了2018年大改款，奥迪为了挽回彻底崩塌的商誉，逼得他们不得不把问题一次解决。他们推出了第3代的 2.0 升涡轮增压引擎，彻底改良了活塞环，也重新设计了正时链条张紧器。它就像骇客任务里的尼欧一样，完美躲过了上一代所有的致命子弹，开起来顺畅省油，而且在数据表现上，这是一台买了绝对安全的车。挑选时建议锁定2021或2022。年小改款后的奥迪 Q5 Premium Plus 版本，因为这个年份换上了最新款的触控 MI 影音系统。不过要注意，这一代改用了最新的 Q。Quattro with Ultra 科技，它在巡航时会自动切换成前驱来省油，全靠后差速器上一套非常复杂的离合器片在运作。你在试车的时候，记得把方向盘打到底，然后从静止状态直接起步加速。如果车尾出现抖动或卡卡的感觉，那就代表 Quattro 的离合器油该换了，甚至是分动箱快挂了。不管是哪一种，立刻叫卖家折个15000元台币下来。这台 2.0T 的 Q5 是一台很安全的现代通勤车。不过排在第9名的那台机械增压异类，实力才真正叫做越级打怪。第9名，2013到2017年的奥迪 Q5 3.0T， 这台是披着羊皮的机械增压狼。二手市场行情大约在35万到55万台币之间。这台车外表看起来就跟一般妈妈拿来接送小孩买菜的普通 Q5 没两样，但在当年那段短暂的黄金时期，奥迪竟然把他们地表最强的现代动力心脏硬生生塞进了这个紧凑的车身里。当那些买4缸引擎的车主每开800公里就忙着开引擎盖加机油的时候，当年选配 3.0T 的车主买到的其实是一台根本开不坏的喷射火箭。虽然车尾贴着 3.0T， 但那个 T 根本是个骗局，它才不是涡轮增压。这颗是传奇的 EA837 3.0 升 V6 机械增压引擎，因为机械增压运作时不会像涡轮增压那样产生把零件熔掉的极端高温，所以引擎内部的耗损和压力小非常多。它拥有272匹马力，油门一踩，那种瞬间爆发的贴背感，直接把这台沉重的休旅车喷射出去。它简直就是汽车界的搏击俱乐部。外表看起来乖乖牌，但在红绿灯起步时，绝对能把旁边的车虐到怀疑人生。挑选时建议寻找2016或2017年的奥迪 Q5 3.0T Premium Plus。 这颗引擎本体基本上是金刚不坏之身，但位于机械增压器正下方的 PCV 废气阀，大约开到13万公里左右就会老化失效。这时候引擎会发出很尖锐的口哨声。要换这个废气阀，得把整具机械增压器拆下来，工资加料钱大概要花3万元台币。
如果试车时发现怠速会发出这种口哨声，记得直接叫卖家把这笔维修费从车价里扣掉。这台机械增压的 Q5 绝对是台低调好车。不过排在第8名的那台正7人座家庭大坦克用的可是完全同一颗神级引擎，而且空间大到可以载下整支足球队。第8名，2017到2019年的奥迪 Q7 3.0T， 人称移动的家庭保险箱。二手市场行情大约在60万到95万台币之间。第2代的 Q7 绝对是豪华正7人座休旅的标杆，它有极致安静的双层隔音玻璃、超大的车室空间，还有媲美宾利的行路质感。但是如果你为了省钱去买 2.0 升4缸引擎的版本，那我只能说你真的做了一个超级愚蠢的决定，叫一颗4缸引擎去拖动一台重达 2.3 吨的大坦克，根本是疯狂压榨它，这会导致你在高速公路想超车时软绵无力，而且油耗表现更是惨不忍睹，你必须指明购买 3.0T 机械增压 V6 的版本。奥迪把那颗传奇的 EA837 机械增压引擎沿用过来，并把马力直接灌到333匹，再配上那句号称地表最强开不坏的 ZF8速手自排变速箱，这组合在数据上绝对是德国制造过最可靠的3排座豪华 SUV。它就像侏罗纪公园里的霸王龙一样，体型巨大，气势傍飞，完全称霸路上的其他车。挑选时建议寻找2018或2019年的奥迪 Q7 3.0T Prestige 顶规版，因为它标配了极度舒适的电子主动式气压悬吊。试车的时候，请把车速开到时速60公里，然后重踩刹车。如果方向盘出现剧烈抖动，或者前悬吊传来沉重的扣异音，那就代表它的油压衬套控制臂已经破裂漏油了。虽然第2代大改款已经改良了底盘，但只要里程数超过13万公里，这些三脚架和控制臂还是会老化磨损，到时候要重做前底盘，工资带料起码要花3万5到4万元台币，记得直接叫卖家折价。这台 Q7 是一台大马力的称职家庭号。不过排在第7名的那台高度数位化跨界休旅，将会证明奥迪打造 V6 引擎的功力依旧宝刀未老。第7名，2021到2024年的奥迪 SQ5， 人称 EA839 引擎的最完美甜蜜点。二手市场行情大约在115万到160万台币之间。这台现代款的 SQ5 绝对是那种最适合天天开，兼顾热血与实用的顶级性能跑旅。它标配了超大的 Slime 刹车卡钳，质感爆棚的菱格纹缝线，真皮赛车椅，还有听起来非常嚣张的排气声浪。在2018年的时候，奥迪砍掉了那颗传奇的机械增压引擎，改用一颗塞在引擎 V 型夹角里的大单涡轮。当时一堆硬派车迷都吓坏了，以为这颗代号 EA839 的新引擎会因为夹角内的极端高温直接把涡轮烤到报废。结果大家都猜错了，这颗由奥迪跟保时捷深度共同研发的 3.0 升热 V 夹角涡轮引擎简直是工艺杰作。它能爆发出349匹马力，而且低转速的扭力大到随踩随到，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它就像詹姆士庞德一样，上班时穿着高档合身西装，但外套下其实藏着一把装了消音器的致命武器。而且奥迪这次很聪明，放弃了双离合器变速箱，改用高刚性的 ZF8速手自排，这让它的传动系统基本上达到了金刚坏的境界。挑选时建议寻找2021到2023年份的奥迪 SQ5 Premium Plus，这是小改款后的车型，配备了非常有科技感的全新 OLED 尾灯。另外要注意，原厂选配的21寸大铝圈虽然视觉效果帅到炸裂，但配的轮胎胎壁薄得跟纸一样，因为 SQ5 本身的避震阻尼就偏硬，如果压到台湾这种出了名的烂路或大坑洞，21寸铝圈绝对瞬间变形，轮胎直接当场爆胎。如果你的通勤路段常常在修路，还是乖乖选20寸的铝圈就好。SQ5 是一台不折不扣的现代火箭。不过排在第6名的那台紧凑型跨界休旅才是整个奥迪展间里预算最友善、买起来最聪明的超值神车。第6名，2019到2023年的奥迪 Q345 TFSI， 人称爱信变速箱的外挂漏洞。二手市场行情大约在65万到90万台币之间。第2代的 Q3 绝对是你入主4环品牌的最佳入门砖，它的外观设计变得非常有侵略性，简直就是老大哥 Q8 的缩小版，而且标配4轮传动。内装也换上了非常现代化的触控荧幕。以前第1代的 Q3 开起来真的很像一台换壳变贵的福斯 Tiguan 地瓜车，但第2代把这个底盘平台调教得非常成熟。不过这台车真正的终极秘密其实藏在它的变速箱里。你要知道，几乎所有奥迪的小型车款用的都是结构非常复杂的双离合器变速箱，每开6万公里就要回原厂做一次贵到吓死人的变速箱大保养。
但不知道为什么，奥迪在设计这代 Q3 的时候，竟然破天荒改用了一具传统耐操的8速自排变速箱，而且这具变速箱还是由丰田集团大股东爱信 Aisin 所制造的，它简直就是汽车界的蚁人。虽然是家族里体型最小的成员，内部却隐藏着丰田那种神车级、开不坏的钢铁实力。挑选时请指明2020或2021年的奥迪 Q345T FSI S Line， 千万不要去买入门的40T FSI 规格，那台开起来马力真的小到会让你重拖想哭。另外，这一代的全景天窗是出了名的异音制造机，遇到颠簸路面很容易发出碎响。买车前记得把天窗遮阳帘打开，开去走一段台湾的拉力级烂路。如果头顶上的玻璃传来抠抠作响的敲击声，那就代表天窗骨架需要回厂重新锁紧并上油润滑了。Q3 绝对是一台预算有限下的超值神车。不过接下来排在第5名的那台10几年老古董，在车友眼中可是一台被公认根本开不坏的商业用农用牛车。如果你看到这边觉得内容有帮到你，记得顺手按赞订阅，才不会错过那些真正耐操开不坏的神车。我们进下一台。第5名，2010到2015年的奥迪 Q7 TDI， 人称100万公里不坏的柴油火车头。二手市场行情大约在30万到55万台币之间。第一代的 Q7 就是一台体型巨大、纯粹硬派的豪华大坦克，它具备载满7个人还能顺便拖动3吨重物的恐怖实力。去买一台超过10年车龄的德国豪华休旅，听起来简直就像在财务自杀。像是当年的 4.2 升 V8 汽油版，绝对是正时链条断掉，让你修到哭的终极噩梦。但是柴油版本完全躲过了汽油引擎的所有灾情，这台硬汉的核心是一颗 3.0 升 V6 TDI 柴油涡轮引擎，它采用了商业卡车等级的铸铁钢体，能爆发出惊人的56公斤米强大扭力，这种低转速的蛮力简直可以直接把一栋房子连根拔起。它就像拳王洛基一样，虽然老了重了，但不管你怎么操它就是有办法咬牙站起来。很多外面的外厂民间保养厂师都会主动在二手市场搜这台车，因为这颗引擎本体在数据上基本上就是不老不死的存在。其中最顶尖的年份是2013到2015年的 Q7 TDI， 因为它换上了最新的8速自排变速箱，彻底取代了以前那具反应很慢的旧款6速自排。这颗引擎绝对活得比你还久。不过它的柴油环保排气系统，也就是 AdBlue 尿素加热器跟 DPF 碳微粒滤清器，如果车子长期只拿来在市区短程买菜接送小孩，那是非常容易阻塞故障的。就算是2015年底的末代车款，尿素加热器一样有坏掉的案例。如果前车主还没换过，记得先预留个3万元台币的维修预算。这种柴油车每周一定要上高速公路拉一下转速，跑长途，把里面的积碳烧掉，它就能陪你开到天荒地老。Q7 TDI 是一台传奇的农用铁牛车。不过排在第4名的那台现代超级休旅，骨子里其实是一台披着奥迪外壳的意大利超跑，低调到完全没人发现。第4名，2021到2024年的奥迪 RS Q8， 人称兰博基尼 Urus 的终极作弊马。二手市场行情大约在380万到520万台币之间。RS Q8 是奥迪 Sport 性能部门当之无愧的终极旗舰，它标配了尺寸大到夸张的碳纤维陶瓷刹车，极具侵略性的宽体姿态，而且0-100加速只需要短短的 3.6 秒。你要知道，兰博基尼 Urus 是全台湾甚至全世界最火的顶级超跑休旅，新车身价随便都要破1000万台币。但说个大实话， Urus 骨子里根本就是一台奥迪。这台 RS Q8 用了跟 Urus 完全一样的 MLB Evo 底盘平台，完全一样的 ZF8 速手自排，还有完全一样的那颗 4.0 升双涡轮 EA825 V8 引擎，它能爆发出591匹的疯狂马力，它简直就是汽车界的蝙蝠侠布鲁斯韦恩。这是一个专属于有钱人的作弊马，让你直接用现省500多万台币的代价买到一台骨子里一模一样的兰博基尼，只因为它的方向盘上贴的不是那只满牛，而是4个圈圈。挑选时可以锁定任何一台配有碳纤维外观套件的2000。2021到2024年 RS Q8， 不过要注意，这台车原厂配的23寸巨幅性能夏季胎，价格高得非常吓人，再加上它重达 2.4 吨的庞大车身与狂暴动力，这套轮胎通常开不到24000公里就会下课。你在看车的时候，如果发现轮胎已经快磨到安全线了，记得直接叫卖家折个8万到10万元台币的换胎费用下来， RS Q8 绝对是一台不折不扣的超跑杀手。不过排在第3名的那台虽然身价暴跌，但它身为全能 GT 休旅的本色，才是目前市场上最聪明的豪华首选。
第3名，2019到2023年的奥迪 Q8 3.0T， 人称低调有钱人的顶级旗舰，二手市场行情大约在180万到260万台币之间。Q8 是奥迪旗舰等级的跑旅 Coupe SUV， 它拥有极强的道路气场、帅到掉渣的无窗框车门以及宽阔低趴的车身姿态，在任何红绿灯前都是吸睛焦点。这台车当年新车在台湾要价将近400万台币，但因为大部分大众市场买家都迷信3排座的 Q7， 导致这台只有2排座的 Q8 掉价速度比 Q7 快上非常多，你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惊人的折价，用差不多买全新进口大众休旅或者是国产顶配车的预算，直接升级这种总裁级的豪华旗舰。Q8 搭载了极为出色的 3.0 升 V6 加脚涡轮引擎，代号 EA839， 拥有335匹马力，带动这台沉重的休旅车轻轻松松。它能给你那种顶级 CEO 的尊荣气场，让你看起来像个大老板，但你却只需要付 V6 引擎的保养费用。挑选时呢，建议寻找2020到2023年的高规 S-Line 版本，尽量避开2019年的首发第一年，因为那一年的变速箱逻辑调校得非常笨拙，反应很慢。另外要特别注意 Q8 搭载了 48V 轻油电系统，这套系统上的 BSG 皮带驱动发电机马达有一个全球皆知的重大缺陷，坏掉时会让车子直接在高速公路上顾路，完全失去动力。奥迪官方非常清楚这点，所以针对这个零件提供了长达7年的延长保固。在买车之前一定要把车身号码 VIN 拿回原厂电脑查一下，确认它有没有更换过改良后的全新发电机。如果还没换过，记得要把原厂保固的纸本文件白纸黑字拿到手。 Q8 的性价比高到破表，不过排在第2名的那台纯电豪华路上游艇才是真正的折旧终极噩梦，也是我们最能狠狠割原厂韭菜的绝佳机会。第2名，2020到2024年的奥迪 e-tron SUV， 人称割原厂韭菜的折旧终极美梦。目前台湾二手市场行情大约只要110万到160万台币。这台最早叫 e-tron， 后来小改款改名为 Q8 e-tron 的车，是奥迪电动车家族的当家旗舰。奥迪当年研发它时完全是不计成本，把它打造的像他们有史以来最安静、隔音防震最疯狂的移动行宫。现在大家都知道，豪华电动休旅的折旧速度绝对是汽车历史上最惨烈的修罗场，没有之一。这台车当年新车在台湾随便都要300多万，但因为那群最早买电动车的科技新贵永远在追求最新、容量最大的电池技术，导致现在二手市场上充斥着一堆顾得极漂亮、开没多少公里、价格却只要原车价不到一半的优质e-tron。虽然它的续航力没办法像特斯拉那样随便跑个400-500公里，但论起整台车的组装品质， e-tron 简直把特斯拉按在地上无情摩擦。它的关门声扎实的像银行金库，车内完全与世隔绝，开起来就像一台没有任何异音的高级宇宙飞船在柏油路上滑行。它车上的双电动马达可以爆发出402匹马力，带动这台沉重的庞然大物轻轻松松。挑选时建议锁定2021或2022年的55豪华版，因为它比最初代的2019年版本微幅提升了电池的可用容量。买这台车只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挑剔， e-tron 配备了一个面积巨大、结构非常复杂的全景天窗。因为电动车的马达运作时完全没有声音，车内的任何一丁点异音都会被无限放大。你在试车时一定要把音响关掉，专门找一条烂路开过去。如果天窗开始在那边叽叽叫出现杂音，那我劝你千万别买，因为它会把你逼到发疯。一定要确保车室内是死一般的寂静才收工。e-tron 绝对是电动车界最香的100万级神车。不过排在第1名那台毫无争议的终极圣杯，则是一个在数据上出现 bug 想坏都坏不了的奥迪神话。第1名，2014到2017年的奥迪 SQ5， 毫无争议的奥迪终极圣杯。目前二手市场行情大约在60万到90万台币之间。第一代的 SQ5 绝对是奥迪性能车里头妥善率的黄金标准，它出厂就自带霸气的降低车身、双边双出的超大4出尾管，还有好到无可挑剔的组装品质。你去问任何一间外面专修欧洲车的外厂师傅，哪一台性能版奥迪最不会坏？我敢保证100%的师傅都会直接指着这台 SQ5。 这台搭载机械增压的 SQ5 是奥迪德国原厂工程学的巅峰之作。它之所以强大到无人能敌，核心就在于那颗 3.0 升 V6 机械增压引擎，代号 EA839。奥迪当年特别为了 SQ5 强化了这颗引擎的所有内部机件，一口气炸出354匹马力。它基本上就像魔戒里的那颗至尊魔戒一样，是一个拥有巨大力量，而且用正常手段根本毁灭不了的远古传奇神器。再加上它配备的是变速箱界的名牌 ZF8 速手自排变速箱，这让它整套动力总成在数据上达到了完美无瑕的境。
借它不仅能在加速上轻松痛宰现在一堆新款休旅车，而且在物理极限上它就是拒绝坏掉。挑选时建议锁定2016或2017年的末代 Premium Plus 或 Prestige 版本，但也因为这台车实在太耐操了，前车主通常都会把它开得非常暴力，看车时一定要特别检查前面那组巨大的刹车碟盘。如果你用手指去摸，发现碟盘边缘已经有非常尖锐的吃钩痕迹，代表整组已经磨到下课了。SQ5 换一整套刹车在台湾随便都要3到4万元台币，签约过户前记得拿这点跟卖家狠狠砍价。奥迪中古车终极避坑指南，这3台再便宜都不要碰。虽然我整部影片都在帮奥迪的黑科技护航，但我还是得保护你们的荷包。如果你在中古车行看到以下这3台车，请立刻转身拔腿就跑。他们虽然看起来帅气，价格超诱人，但他们绝对会让你修到破产。地雷1 2009到2012年的奥迪 Q5 2.0T 二代 EA888 引擎，这是现代奥迪车系里最致命的死亡陷阱。早期的 2.0 升引擎活塞环有严重的设计缺陷，导致大量的机油会直接漏进燃烧室里烧掉，它基本上每开500公里就会吃掉1罐机油，车主后车厢不放几罐机油根本不敢出门。等到你仪表板的机油灯亮起时，引擎内部早就已经刮伤毁灭了。在台湾翻修或换一颗引擎至少25万台币起跳，千万别碰。地雷2 2007到2010年的奥迪 Q7 4.2 升 V8 汽油版，这颗早期 4.2 升自然进气 V8 引擎简直是工程学上的维修噩梦。奥迪当年不知道哪来的灵感，竟然把那套巨大极度复杂的正时链条组设计在引擎的后半段，也就是紧贴着车舱防火墙的位置。当里面的塑料链条导板时间到了不可避免的碎裂时，修车师傅必须把整台车的引擎跟变速箱全部落下来，拆卸落地才碰得到链条。光是拆装的工资账单就会直接突破25万台币。地雷3 2017到2019年的奥迪 Q7 2.0T 低配4缸版，虽然这代 Q7 搭载 3.0T 机械增压 V6 的版本非常优秀，但这个入门的 2.0 升4缸版本完全是小马拉大车的灾难。把一颗小小的4缸引擎塞进一台重达 2.3 吨、配备3排座的巨无霸休旅车里，意味着只要上高速公路，这颗引擎就必须随时处于满载增压的极限状态才能跟上车流。时间久了，涡轮增压器会直接被这种高压高热活活烧死，而且在市区切换车道或超车时，你会感觉到开起来笨重的非常危险。买 Q7 请一律直上 V6 版本。今天的 Top 10奥迪休旅车选车指南就到这里，换作是你们在路上最信任哪一台奥迪休旅，还是你以前曾经被哪一台德系豪华休旅车给狠狠修理过钱包？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血泪故事，记得按下订阅按钮，我们下一支影片见。